你拿牙咬一下上次死的那只公螳螂蝦的锤子来测试一下硬度给我们看。这螳螂蝦尸骨未寒的，我能这么干？不是人家媳妇搁这呢。那你要这么坏事的话，那我就干了啊！我先解决一下安全问题了。海洋创伤弧菌如何杀灭？高温杀灭，沸水煮10分钟。我煮20分鐘，我怕死，搞定。虽說煮了20分鐘應該穩妥，但會不會有什麼其他沒被殺滅的病菌？不行，我得找個東西試一下先。不要啊！咬都不咬，直接閉眼睛嗎？居然連蟲子都不吃。蜥蜴這個玩意兒對於危險的第六感這麼強嗎？那就換一個試。來，土豆咬。哎，對了，好。接下來我們觀察它幾個小時，有事兒沒事兒一下就能看出。騙你們的，其實啥事兒都沒有。咬了啊！我這邊2顆牙是真的，這邊2顆牙是牙冠。拿牙冠試試。我靠！哎，這麼硬了！我剛才聽到嘎嘣一聲，他沒事，这是掉色了。我真使劲咬了啊，它连個缺口都沒有。不行，以我的牙齒堅固程度和咬合力，根本不足以把它咬壞。咬合力高點的動物，阿里啊，來，給你的啊。你咬，對，你就光咬就行。哎，你牙好醜啊你！不能咽啊，你就咬就行，使勁點。哎，對，就這麼咬，對。咬了5分鐘，狗的咬合力都不足以對它造成任何劃痕啊。我現在幾乎可以斷定，生物界應該是沒有什麼手段能破壞它，除非用魔法打敗魔法。又掉洞裡了！哎呀，錘子壞沒壞不知道，我手是麻了，它給打折了。你看小臂斷了，在那兒呢。然後最堅硬的拳頭部分碎了，看到沒？那地方原來是個圓的，它給打出來一個斷層的面。以這個來判斷，要麼是母蝦的錘子比那個公蝦的硬，要麼就是這蝦錘子煮完了之後可能變碎了。實驗結果非常明顯，能破壞螳螂蝦錘子的只有螳螂蝦。反正我拿牙是咬不壞，你們要是不信，我給你們發過去，你們看看誰能咬動，誰要。王小怪家到底養了多少寵物？你們不是一直好奇嗎？今天來給你們好好盤點一下。首先，有毒的分別有藍環章魚9隻，前2天視頻剛數過。完了，雞心螺若干，主要是養多少我也不知道。還有這個毒油，還有一隻熟若蟹，這玩意兒人吃了是能中毒的啊。以上的東西在海邊看着，能躲多遠躲多遠啊！實在不行，買個站票連夜跑回家。然後是沒毒的，斑馬鰻1條，寄居蟹若干，饲料螃蟹1堆，但是一天比一天少。雀尾螳螂蝦1隻，幾十萬粉絲的時候就有它，但不知道為什麼養的變性了。體長1.3米的大電鰻1條，碰一下能給人電休克的那種。黃金河虎1條，在冰櫃裡凍1年了，一直就想嘗嘗啥味兒，但是沒有臉吃。原澳1隻，我對象養的。巴西龜3隻，8歲那年買的，活到現在。以上是在水裡游的，僅限於養在我家的啊、送給海洋馆的和拿給公司的不算。然後是爬行類寵物，截角手工有7、80個，藍舌石龍子8隻，巨人手工今天新到了1隻，養爬姑娘送給我們的新婚禮物。龍紋翡翠1對，一藍一綠，蛇100來條，加州黑王豬鼻牛蛇。因為怕蛇人比較多嘛，所以我沒拍過。最後是溫血動物，天上飛的有玄鳳鸚鵡2隻，地下跑的有狐獴5隻，外加一土撥鼠。我每天都得確認一下它是睡了還是死了。邊牧1條，現在正在訓犬學校學習各種技能。還有一隻金色的浣熊，也是導致我打狂犬疫苗的罪魁禍首。大概就養了以上那麼點玩意兒。還有人總問我養的動物我最喜歡的是，那必須是我媳婦兒啊。那麼為什麼今天她沒出鏡呢？這不剛結婚嗎？岳父岳母說先拿家養2天，過2天再給我拿回來。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新袋鼠！你轉我來一下的。到了。上一只袋鼠因為腿部受傷感染嚴重，需要截肢而死在了麻醉的手術台上。打那以後我就不想再養袋鼠了。直到2個月前，飼養場給我發了一個視頻。當時我問他這無毛貓怎麼長個雞爪呢？完了，人家告訴我是袋鼠。他是當時出生之後也不知道擁有點啥，母袋鼠給他扔袋外面了，不餵奶也不讓進袋，最後還是飼養員給他拿家去人工餵奶，一點點餵大的。聽到這兒我就把錢打過去了，我說這袋鼠八字挺硬啊。往後餘生啊，我保你锦衣玉食。看看我給你準備的家，頭茬嫩芽烘乾的提莫西草，鋪滿了給你當墊材。粑粑尿隨便拉，拉完咱就換。別人家袋鼠的食物到你這兒只配做個地鋪，但可能是因為奶粉沒有母乳有營養的關係，導致它在該斷奶的年紀不斷奶，也就是說我得餵奶6個小時一遍。這個袋鼠不便宜吧？私房錢沒少攢啊！沒花錢啊，我給老闆送了幾個我之前領的蘋果生活。好不容易領的就這樣送了，多可惜啊！放心，左下角上線就能看到領取界面，人人有份。我上次去沒搶到啊！下錯了，我左下角是官方認證的，裡頭除了1萬台蘋果15，還有不限量的華為 Mate 60保底，都全新頂配機。華為很難搶的，左下角說送就送啊！你看粉絲群裡大家都領到了，我這台也是昨天領的，今天剛到。這回不用砍一刀吧？不用，花2、3秒從左下角下載上線，完成任務，蘋果、華為隨便選，準靠譜。哎呀，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不餵奶呀！斷奶後的糧我都準備好了，小麥草、紫花苜蓿、各種優質的提莫西草以及龍貓糧。養龍貓的應該知道，這2個糧是
次什麼檔次，但只要他不斷奶，這些玩意兒他全用不上。要不要給他整點離乳食品？草食性動物的離乳食品，來點青汁兒啊，正好我不愛喝。你一個袋鼠，天天抱我奶瓶喝奶合適嗎？毛也長全了，牙也長齊了，小拳拳都能捶我胸口了。每天還得讓我定闹鐘餵你4遍奶，不餵就叫喚。不行，我得想個招讓他斷奶。人的離乳食品是米糊加奶，袋鼠吃草的離乳食品应該是青汁加奶。这玩意儿能喝？替他試試。这玩意儿还是骗我媳婦減肥喝吧。還有沒有別的辦法？哎，家裡這不有一個吃草的嗎？來吧，土撥鼠老師，教他吃草這個活就交給你了啊。我讓你吃草，沒讓你吃袋鼠。這不同品種的還是不行，那就只能。还是不吃？是不是我這張老臉往這一擺，他覺得我跟他不是一個年齡段的袋鼠？最近天天吹30度的空調，熬夜餵奶，屬實老得有點快。我這臉蛋子確實該保養了，之前用的標拳藍鑽效果太好，被我小舅子拿走了。熊我媳婦又給我買了一套，這個系列賊適合我這張帥氣的大臉盤子。潔面乳主打一個深度清潔不生糊，精華水和精華抗老淡紋，緊致輪廓。主要咱老爺們不愛用那膠粘的，這個清爽不沾膩，精華的雪松木質香味還挺好聞。這次誰也搶不走我的標拳藍鑽。之後我以身作則，教他吃了好幾天的草，但他還是只喝奶。但我的教学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首先，胡蒙学会吃草了。其次，蓝环章鱼又死一只，难道是我养死？不对，不可能！讓我先冷靜的推理一下。首先排除被我養死的可能，門窗並沒有被打開過的痕跡，又是一場密室鯊魚案件，僅存的目擊者並不具備指控犯人的能力。密室、水循環系統、死章魚，等等，他的手，我知道了。新鸡子蛙一字猫皮道子，凶手就是你，鸡心螺。哎，他好像死了，那就是你。无有，同樣都是有毒的水生動物，藍環章魚被打造成頂流，圈粉千萬，而你是從未被我拍過，因此你對藍環章魚懷恨在心。小袋鼠的到來更是直接擊潰了你內心最後的理智。憑什麼剛來的袋鼠我都能連續拍2期視頻，而你到了2個月卻從未上鏡？而真正導致你鯊魚滅口的理由，便是昨天早上你看到我跟袋鼠在魚缸面前親親我，甚至共進早餐。殊不知那只是我最近減肥在吃抖音商城雙11好物節囤的碧翠園全麥夾心歐包，低脂飽腹感強，常溫保存也能新鮮如初。現在走華逛抖音商城或者直接點評論區就能入手我的同款抖音雙11打隻球，一件立減不用湊，上億神券更超值，超多好物都壓到了全網超低價。我囤的這些一個才不到1塊錢，超值，爽快下單，不等滿減。於是你釋放了你的微毒，通過魚缸的過濾系統毒死了劇毒的藍環章魚。但你沒有想到的是，藍環章魚死後仍然用手指着你，暴露了你是兇手的事實。其實每次拍視頻，藍環章魚都會叫我帶上你，甚至在他的遺書裡寫的都是以你為主角的劇本，而你不配。哎，這章魚怎麼好像沒死呢？你還要推理的對吧？我就說我不可能養死藍環章魚吧。新到個擬態章魚，這玩意兒大家都不陌生吧？動物界的偽裝之王，生存能力極強，但是被我養死過4隻，我嚴重懷疑他們4個是自殺。看，開始模仿水母了。而且今天還有一件特別讓我高興的事兒，哥們兒買了這麼多年魚，第一次啊，漁場給我送了個贈品，就喜歡這小驚喜。開蓋入缸看看是啥？我去，他發貨的時候喝假酒了吧？誰家好人贈品送藍環章魚啊？這是投其所好的恩賜，還是蓄意謀殺的陷阱？陷阱也沒事，就算我被咬了，我也知道半夜飄着我應該去扒誰家的窗戶。然後我就犯了個錯誤，藍環章魚入缸之後，蓋兒忘關了。我找遍了魚缸的所有角落，甚至石頭底下都沒找到，那就只能中國豪宅史半壁桃花源，一席一風雲，出入皆人物。哎，這地兒真挺好啊，比我那強。我都設計完了，這瀑布小水池養個水豚，這小高台鐵絲網一圍養狐獴，這地方整個給它罩上養蟹黃面，還有這地下室這麼高的挑空，到時候把沙發什麼全都一扔，擺個鯊魚缸，魚缸高度直接就跟上面那層也就是這兒齊平，這撈個魚得多方便。還有這酒櫃裡頭紅酒全撇，打上隔斷直接養蛇，一格一格的，放眼望去全都能瞅着。还有這個家庭影院，直接拿它顯視頻用。哎呀，這藍環章魚是跑得好啊，跑得妙。那個我好像眼花了，你們幫我瞅一下，是藍環章魚吧？不是，你跑一回你就來隔壁缸，你到跑遠點，我那邊合同我。哎呀，這麼的啊，兄弟，這魚缸蓋我開着放水气儿，我估計得晾個3天。這3天你要是敢往出跑，我指定是把新家裡最好的位置留着養你。你赶緊跑，你不跑我沒有正当理由搬家。
我之前送给海洋馆的蓝环章鱼不是怀孕了吗？今天终于孵化成功了。这些白色透明状的小圆形物体就是小蓝环章鱼，如同珍珠奶茶里边的脆波波，珠滑圆润，又如同杨枝甘露里面那个柚子粒儿，晶莹剔透。我好像知道这2年我是怎么胖起来的了。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成功孵化蓝环章鱼宝宝，但是死活就不到了啊！他们一动也不动啊。旁边那些一跳一跳的那些是丰年虾，是给他们留的食物。反正就是他们若安好，那指定能吃饱；他们若不好，那挖坑埋土拉屁倒。另外再说个不好的消息，蓝环章鱼媽媽死了。母章魚這個物種的壽命只能活到它的孩子出生的一左一右，所以說當媽的特別不容易。看視頻的寶寶們一定要孝順我們的父母。所以說你們4個就是白眼狼。沒說你要老八，沒說你要板牙，除了老八以外，其餘那4個是不讓碰不讓摸，一摸就咬我。你們4個是沒聽過有奶就是爹這句話嗎？我一個人一把死心把要把你們餵養大，你們還咬我啊！所以說我給你們搬家，你們就老實跳過去，別出來啊！你往出蹦，我抓你，你還咬我，我們會很難辦的。來聽我口令，有帳篷有帳篷，然後有帳篷，老八出去了無所謂，你們別出去就行，搞定。然後再把老八放進去。這外頭咋有倆呢？沒事啊，我們還可以通過放置陷阱來把他們捕獲。老八，你進來幹啥？我要抓的是這個。你先回去吧，接下來是我跟他單挑的時間。我真的不想動用這個，是你逼我的啊，小子！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萬不該讓我拿出這張網。因為你永遠也不應該小瞧一個既養魚又釣魚的男人在操網使用技巧上面的造詣。這些生物裡面哪一個感情非常非常深？還是那條越獄出來乾死在半路那個章魚，你會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你能感覺到他在看你。咱們看一下電鰻電泥鰍的整個過程。我去，這條電鰻真的好大呀！有一種想摸它的衝動，這種衝動是合適的嗎？到目前為止啊，大概花了多少錢？Hello， 請進，咱們下樓看一下小怪的生物空間。我去，你這個籠子都是私人定制的吧？對，袋鼠在這裡。OK， 那你現在是要餵它了是嗎？啊，對。今天我代勞一下，坐凳看一下袋鼠媽媽是怎麼餵奶的。今天開始我要自己上廁所。這就是那條電鰻，剛是2米的啊，體長它1.3米左右，視頻當中看就不大點，但實際上它是比胳膊要粗很多的。給你科普一下，看到那條白的沒？知道是啥嗎？是它的便便嗎？對。目前現在這個狀態都能發出多大的電量呢？這我還真沒算過，但是我感覺給我電暈應該不是事兒。有那麼誇張啊？沒有，試試。要不咱們試試，兄弟們。這麼的哥，我怕你夠不着，我給你搬個凳子來啊。在以後的日子裡，大家未必能看到我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夠開心快樂。他現在是需要進食的時候嗎？昨天剛餵過，現在扔裡一條也行，他未必會吃，但是有可能會變。選一條你心儀的泥鰍，這是餵電鰻的泥鰍，這一條。咱們看一下電鰻電泥鰍的整個過程。走。自由的嘿嘿。碰到的那一瞬間，電鰻會做出一個很大的反應。他現在還沒發現他。沒發現，電鰻的眼睛基本是瞎的，他不敢過去。有沒有一種可能，你挑的那個泥鰍，它是有點懶那個？助力一下。哎，過來了，過來了。在碰到的那一瞬間，會有反應。哎，你可能是選了一條最聰明的泥鰍，正常甚至會往它身上撞。你看，瞬間躲開。回手啪！哎，剛才他肯定是放了一下電，但是不多，我估計他可能是因為吃飽了的關係。完了。電鰻是比較懶的是嗎？它在餓的時候會滿缸竄。溜了。它就碰到那一瞬間，你應該能感覺出來泥鰍的那個麻了一下。對，我去，這條電鰻真的好大呀！有一種想摸它的衝動，這種衝動是合適的嗎？這個良言難勸，這個該電的白呀。看，狐獴。哎，新品種看看。裡邊那隻狐獴為什麼一直在睡覺嗎？因為那是個土撥鼠。就這麼吵鬧也依然也不影響的嗎？你看他拿個戳子進來，放他面前，他就上來了，溜了。這樣養着這麼拿一下試試，像一坨。
一坨肉。这样，重点来了，兄弟们，蓝环章鱼。现在这里边有几只啊？目前为止，这里头应该是前2天我看到有3只左右。那我怎么一只都没发现呢？伪装的吗？它这个领地感好强哎！它这出来那一刻，我能感觉到它有領地意識。它8個爪站在那兒，然後告訴你你多餘了，吵醒我。那浣熊拿走吧。哇，好大的一只浣熊哎！妈妈酱有放东西。这个大屁股，一屁股肉啊，对，这地上全部都是肉。就你平时拍这些视频都是你一个人拍吗？对，从我开始玩短视频到现在，你平时看我视频不？我看了，有没有感觉从拍攝到鏡頭感到制作到後期剪輯都很粗糙，就不是很精良，就明顯就是你一個人弄的。對，家人們，今天我們邀請的這位嘉賓，他左手是藍環章魚，右手是深海電鰻，腳下還有2隻浣熊和那個猛虎。這倆玩意兒放手上我就死了。他就是人狠話又多的王小怪，歡迎小怪。大家好，大家好。你養各式各樣的生物，就全國也是屈指可數了。我目前為止我所知道的養藍環章魚的就有好多啊。藍環章魚越獄能記錄下來的只有你一個啊。對呀，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會被藍環章魚嚇到搬家。我是帶着粉絲的任務來的。粉絲們對弟妹也比較好奇。不知道今天有沒有幸可以見一見。弟妹弄不那兒呢嗎？坐那兒賣單呢。哦 ，hello。還好弟妹沒出鏡，弟妹出鏡就沒我啥事了。整體這房子有多大？家底下應該在300平出頭吧。家裡面一共養了多少個物種？有計算過嗎？沒計算過，而且總數不重要嘛。這個東西你就像一個收藏家的感覺。我看每個生物基本上都不是特別便宜，對，都挺貴的。到目前為止啊，大概花了多少錢？100多萬到200萬之間肯定是有的。就是你養的這些生物裡面，有哪一個就是感情非常非常深的？感情最深的就應該還是那條越獄出來乾死在半路那個章魚。你在看那個章魚的時候，你會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就是那個東西你能感覺到它在看你，它是有靈魂有思想。你像它，可能你在看它的時候，給人感覺就是它在忙於自己的事兒。幾乎所有的動物就是我想吃了，我想喝了，我想拉了，但是那個章魚它是在看你的那種感覺就是很奇怪。那只讓我養到這麼大了。章魚，真鴞的體型挺大的。從多大開始養的？從這麼大養到這麼大，章魚。你知道它吃了我多少螃蟹嗎，哥？最貴的是哪一只？單體最貴的應該是那袋鼠。飼養方面設備最貴的是鯊魚，光算鋼體和器材管道應該在10萬塊錢左右造價。我看下面那個電鰻有這麼長，1.3米，這會兒應該。之前我是被電鰻電過的。你被電過？啊，對啊。就是這條嗎？不是，這條的話我可能沒了我。那個當時我不是說嘛，養了一條60厘米長的，就那條。我就感覺這個大小電鰻，我想試一下它有多少電，但是我不敢直接碰，然後我就用了一個鑷子，瘋狂的去碰它。電鰻在受到攻擊的時候，它會放電來自我防衛。我大概碰了20幾下之後，我感覺這個電應該是沒多少，然後我就這邊手機拿着，然後我就這麼碰一下，然後我手機就撇出去了。你小時候玩過那個打火機裡面摁的那個東西啊，知道，把那個東西放大幾百倍的感覺。幾百倍啊？對。是什麼事兒促使你特別想養這麼多生物，對這些生物好奇的？從小就想，喜歡抓蟲子。記得是小學是哪年忘了，抓了一條蛇養了一個暑假，每天去稻田地裡面給它抓蛤蟆，餵給它。我媽是特別怕蛇的，我爸在收拾房間時候發現之後，隱晦的跟我說了一句。你那個床和櫃子中間那藏那玩意兒，你小心點，不要你媽看着了。就來這麼一句啊！阿姨不喜歡蛇。我媽是看着蛇會尖叫的那種。我養這麼多年了，我媽現在就是已經蛇有病，我媽已經能抓着那個蛇給蛇打針灌藥了。你在跟他們相處的時候，會和養其他的，比如說寵物有什麼不一樣的感受嗎？哪都不一樣，因為物種是不同的嘛。章魚給我帶來的感覺就是這個東西它有靈魂，它是所有動物裡面它唯一一個是在研究你這個人的行為。目前為止我養過所有難養的東西，一個是袋鼠，一個就是章魚。章魚應該比袋鼠還要再難一點，我覺得。養死了10多隻章魚吧。那會兒也是我人生當中被罵的最慘的一回。也有很多魚商評價過我，就是王小怪這人吧，他不是壞，他就是菜。魚在運輸過程當中是包在那個袋裡，裡面有水，然後打的純氧。但是章魚它在運輸過程中容易受到驚嚇，受到驚嚇它會噴墨，噴墨死。到貨的時候，水質它不適應了，死。那個食物嚇着它了，死。這死亡的變量也太大了啊！對啊，我經歷了多種多樣的章魚死法，
最離譜的死法就是有一个真小，那个是我認為所有章魚裡最聰明的品種，它是會模仿這個人的一些行為，包括開魚缸蓋，我已經很避免的讓它看着我是怎麼開的，但是它還是學會了。章魚死亡其實最多的原因是越獄。因為那個東西再小的縫它也能出來嘛。我目前為止播放量最高的一條視頻，當時是直接衝上咱們抖音熱榜。那這個時候網友就說了，這小子擺拍怎麼樣？對，那我得自證清白呀，你對人尊重點。我就手機支架自來熟，在這兒一支，完了這個地方放幾包薯片，這個地方放點飲料，我就搁這一坐，我就搁這等，因為我知道它鑽，它一定是通過那幾毫米的過水的縫，然後到底讓我拍着了。那條視頻現在可能有8000多萬播放。除了養那個藍環是有毒的，對，還有哪個是有毒的？雞心螺，樓下缸裡有，雞心螺也是有毒的。一會兒你有興趣，可以拿2個當紀念品。蜘蛛、蠍子、蜈蚣這些，那就不用我說了。都是有毒的。你是純粹的就是喜歡玩，就是喜歡，然後玩着玩着看它能變成事業，那就太棒了。我覺得這是所有人都夢想的。愛好變成事業是很多人喜歡的，但是變成事業之後，同時帶來的是壓力。比如說，我就想做成一件事兒。那我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難度做不成，這種情況下很多人會放棄。但是我的人生觀念就是，為什麼不做呢？我只要去做就好了。你怎麼看待這些生命？從我個人的角度出發，就是只要你能好好活着在我家，我指定給你好好伺候。但是我人為不可控的原因，那可能我也就那樣了。當然，你肯定是希望把每一個生物都照顧好。但是就是這個生物裡面其實分2種，不同的物種有不同的感覺。您比如說家裡養的狗死10多年死了，一般人受不了。對，我養了1個小時的章魚死了，我內心其實不是我冷血，但我確實沒有太多的波動。唯一一點就是我養的那第1隻袋鼠，有一個網友的發言是真真正正刺到我心裡了。來的時候，他在這個寵物專車拉過來的，車後備箱裡包括後座裡，他放了一個編織袋。被拽到了這個袋鼠的那個籠子裡。我拿到家的時候就發現了，可能是運這幾天他無聊還是怎麼的，把那個編織袋給它撕成條，給勾到自己這裡，不知道為什麼給腿纏上了。第3天我就發現這個袋鼠腳腫了，我立刻就拿到寵物醫院去了。這個大夫就是給清創，消炎，也就這麼粗的胳膊吧，上面還上的支流針，我每天我得往裡面打藥，但是始終就是說沒有好轉。袋鼠天生對於細菌類感染幾乎沒有抵抗力，對於藥物的支援幾乎沒有作用。咱們從小到大口腔潰瘍應該有個幾百次了吧？但是對於袋鼠來說，這就是致命傷。它的這個病情也逐漸一天一天惡化，它的這個小腿壞死了。哎呦，寵物醫生就說呢，這種情況下咱不能拖了，那幹嘛？那命重要啊。然後上了手術台了，完了我跟我媽說那啥吧，那咱去吃口飯吧，折騰一天沒吃飯。然後旁邊一家蘭州牛肉拉麵。才吃了半碗麵吧，來個電話，這才10幾分鐘，一接電話，果不其然，回去一看已經結完了，醫生在給他做那個心臟按壓，那醫生都滿頭大汗的，完了說一句不行了，沒了。然後當時就愣在那兒，後來就找了一家寵物殯葬，還給火化了。當時我就想這個視頻我怎麼拍，我拍還是不拍，我得有個交代啊，我就拍了一條視頻，原原本本的全說了一遍。果不其然的谩罵聲很多，但是這個我習慣了。但是有一條是一個網友說的，原話大概這樣：我知道這些跟你沒有關係，你也在盡力做你該做的事兒，但是你的這條視頻看完我特別難受，對不起，我要取關了。就是他這句話說到我心裡。其實你會發現，沒有一個動物會說話，但是它不缺少跟你交流的這種能力。你會慢慢懂它的行為語言。對，懂他們每一個動作，特別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送給粉絲一句話吧。我覺得人生其實就是向生活和命運妥協的一個過程。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是苦的。我們作為這個過程的第一體驗者，應該苦中作樂。親情、友情、愛情、愛好，這些東西都是不可辜負的。希望你回到今天。我叫王小怪，養了一隻發育停滯的袋鼠，不僅在該斷奶的年紀沒有斷奶，甚至它還不會跳。這個行為甚至一度讓很多粉絲認為它就是個大灰耗子。身為一個寵物博主，我拿人格擔保啊，這真的是個袋鼠，不是大灰耗子。你們瞅這臉，這耳朵，這牙，哪裡長得像袋鼠？我剛才拿人格擔保那句話能不能收回？就在我內心已經接受它是一個因為發育停滯而不會跳的大灰耗子的時候，監控下的一幕卻又讓我世界觀徹底。
當時我餵剛貓吃完奶之後，把它放地下溜達，接着我就去餵的狐獴和浣熊，然後我抓了一把甘草餵土撥鼠，又撈了一條泥鳅餵滇鳗，然後抱着胳膊我欣賞了一會兒，欣賞完之後我突然發現袋鼠沒了，然後我就開始找，一直找，360度旋風無死角的找，就是找不着。然後我突然意識到監控的存在，就打開了監控，看見了这一幕。哎，你不是不会蹦吗？我说，当我面装秀，你背后蹦的挺欢呐。哎，有能耐当我面蹦。这么熟练吗？有一种老父亲看着孩子学会走路的感觉。另外，上一个视频我给袋鼠种的仙草彻底发芽失败，还有粉丝说发的芽根本就不是提莫西草，于是我又重新买了提莫西草、紫花苜蓿和黑麦草的种子。这回咱们换浅种法。卖我土那大姐真实惠啊！蚯蚓飞土里真的有蚯蚓哎！这次我听取粉丝的意见，在草籽上面薄薄的撒一层土，然后坐等发芽。这回要是再种失败，刚才土里那蚯蚓抠出来我吃了。我说的。我今天要为蓝环章鱼证明，提到章魚，所有人第一反應永遠是這玩意兒智商高或者好吃，但提到藍環章魚，大家的第一反應永遠是這玩意兒有劇毒，反倒是智商高這種基礎屬性被忽略了。它也是章魚啊，它不配嗎？所以說，就這玩意兒其實是一個高智商的劇毒攜帶者。沒出來吧？我感覺有點瘆得慌。本來我還拿它當傻子呢，結果昨天為了個詞兒，直接給我看得渾身發毛。正常藍環章魚捕食那是上去就照住，照完就吸住，吸完就咬住，咬完就放肚。但這隻爆炸頭藍環不一樣，螃蟹在靠近過程中有那麼一瞬間它閃了藍圈，說明它想進攻，但是螃蟹鑽縫了。而它的第一反應是慢慢悠悠地游進了山洞，然後在一瞬間就把另一隻藍環章魚從山洞裡趕了出來。此時的螃蟹還在快快樂樂地吃着昨天藍環章魚吃上的有可能是他大表哥的物體。然後爆炸頭藍環就悄悄地來到了山洞的左側，並且一點一點緩慢地爬上了山洞。看到這兒，你們是不是跟我當時一樣，已經腦子裡面有個預判了？他接下來的動作就驗證了我們的想法，先繞到石頭頂部，然後在雙方沒有對方視野的情況下把螃蟹趕出山洞，迅速抓住螃蟹，結束了這場完美的偷襲。每一步都帶有目的性，甚至他還記住了螃蟹的位置。身為一個寵物達人，能把這場精彩的戰鬥完整的拍下來，我是何其的幸運。但問題是拍完這條視頻之後，關完燈他咋老瞅我呢？他以前不這樣啊！我去，這玩意兒能扛住螳螂蝦2拳？今天拆海魚盲盒。別人家的寵物運輸過程中，那都給劃到寵物專送裡頭。我家的寵物海鮮，海鮮就海鮮吧。我養這玩意兒確實是很多南方沿海城市老百姓餐桌上的美食。沒說你哦，你不配。讓我們打開第一袋，看看裡面是饅頭蟹。作為一個海鮮愛好者，這個玩意兒的鉗子巨好吃。但作為一個寵物愛好者，這個玩意兒最好玩的技能是 Lonely, I'm Mr. Lonely. 讓我們再打開第二袋，看看裡面是 I have nobody for my... 第三袋。這螃蟹是變異了？那什麼水不說2年才能過來嗎？整誤會了啊！這種螃蟹是一個深海品種。第4袋也是這玩意兒，深海的品種長得確實是有一股子不管人死活的隨心所欲。第6袋的東西我沒看明白，這是個水母還是個太歲呀？第7袋跟它應該是同一個東西，但是好像死了。抽了。那玩意兒不怪都合上掉海鮮了。確實一股海鮮市場味兒。所有螃蟹通通放寄居蟹缸裡養，但這個水母太歲扔哪個缸裡都得被吃啊！哎，等會兒扔螳螂蝦缸裡可以。首先，螳螂蝦是吃甲殼類動物，不吃這玩意兒。其次，雖然螳螂蝦的拳頭真的很硬，但是打這玩意兒不就相當於鐵錘砸棉花嗎？正所謂以柔克剛，以卵擊石，以身相許，以絕後患。反正就以我的智商，這事兒肯定就不能估算錯誤。你是疼了嗎？你這反射弧有點長啊。那啥，我剛才仔仔細細的觀察過，他真的沒有任何能讓他疼的傷口，這應該就是他受到驚嚇之後的一種逃生手段，要不然他那個尾巴為什麼要長成槳形的呢？可算落地了，你們自己看，真的一點傷口都沒有。所以說這到底是個啥呢？生活在海裡，長2個角，有點像蝸牛，難道是？你的黑狗喲！野生大橘搁外頭毛髮都光鮮亮麗，你們天天吹着30度的空調自暴自棄，那毛都乾粘了還 wink 呢。還有你倆這身上，哎，鮮亮，必須帶你們體驗一下東北洗浴。哎，你好，那個我之前那個邊牧拿您家洗過澡，問一下你家接不接給異寵洗澡的活？浣熊、狐獴、土撥鼠。那時候沒操作過的那玩意兒，沒操作過呀。我加點錢呢，我搞定。老闆被我誠心打動了，都沒同意加錢。今兒外頭零下10度，可別把這幫土都凍着了。出發前把車的座椅加熱上，空調30度開上，這一件備車幫老大忙了。這室外太冷了，
還好不用跑外邊充電去啊。零跑411增强版真的很适合东北的冬天，相比那种纯电车也没有续航焦虑，满油满电能跑1200公里，根本不用怕被撂在弯道上。到站了啊！浣熊搁里头有点坐立不安，完了吧？给旁邊的狗看懵了，第一次瞅到航空间自己搁那雇佣。开始洗澡了啊！必须得摁着脖梗子给它洗，要不然这个玩意兒一旦封起来，它容易把垫给拆。你把那沐浴露撒開，那是隔壁狗的。撒手，撒手，仨老爺們好全沒摁住。隔壁那狗都不敢往這邊瞅。你老實一會兒啊，我去看看胡蒙和土撥鼠，我感覺那邊也非常的需要啊。他倆不需要，今天我就盯你。浣熊有肛门腺嗎？我去，真有！哎呀，不真好，下回還带你来啊！洗澡還带挤肛门腺。可算洗完了，场面過於暴力，導致旁邊那個狗已經嚇得不行了。你看，主人都不讓往這看了。回家了，你看這洗完多好，說這屁股都大了一圈。哎，等洗完澡不用洗澡。哎，那是半分埋的，別碰別碰！哎，那個不能踩，那過濾棉老髒了。你給我出來了，你那爪子不想要你剁了它，你白洗了。我叫王小怪，放到電飯缸裡的鯡魚沒被電死，而且我媳婦兒不僅沒跟我離婚，還怕我出意外，特意給我買了巨額保險。說到這兒，可能有人要問了，為什麼要養電鰻這種高危險的寵物？其實我一直在研究生物技能如何運用於生活化的課題，就比如之前失敗的電鰻發電實驗，還有利用饅頭蟹過水技能實現無抽水泵的魚缸換水工程。後來因為胳膊酸了就扔了。但是最近我發現浣熊多了一個可以利用的習慣。所有食物經過他手，只要旁邊有水啊，必須反覆清洗乾淨，然後再吃。終於讓我看着軟肋了啊！今天必須報你害我打了5針狂犬疫苗之仇。棉花糖遇水計劃，浣熊會發現這玩意兒洗着洗着就沒了。我很期待他在水裡找棉花糖的着急呀！你這回不洗呀？我好像傻。有這技能，我居然拿來鼓動它。好好洗啊，別乾搓，拿這個肥皂抹一抹，然後放我這合家歡樂板上搓。這件洗完再給我洗4層襪子，最快速度完成啊！我擱你這太陽燈底下烤的，我感覺老的特別快。趕緊用碧歐泉藍鑽淡紋系列緊急補救一下，男生皮膚本來就容易長皺紋顯老，還得是上次就幫我和那袋鼠拉近年齡差的藍鑽淡紋精華，硬核緊緻，效果嘎嘎好，我的下頜線都清晰不少了。精華使用前搭配精華水一起使用，就像給那跑車裝了雙引擎，直接疊加抗老 buff。另外這個袋鼠我曾經也在生活中利用過，我把它的粑粑袋放到了我的仙草種植區當化肥，然後1周之後草全黃了。你現在你先別碰我，我感覺你有毒。老彪，你是怎麼給我衣服洗成這樣的？浣熊洗。媳婦兒啊，民政局這會兒特別忙，咱離婚不是給人家添麻煩嗎？我說。